加勒万河谷冲突2周年，结束对峙却遥遥无期，这就是印度想要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贤少。6月15日是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发生肢体冲突2周年。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场冲突，观察一下中印边境地区上演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大赛，以及两国之间进行的15轮军长级会谈，可以确认，中印两军目前还无法解决长达25个月的僵局。那么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最近一位接受印度斯坦时报采访的印度官员说了大实话，看来结束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对峙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或许就是印度目前想要的结果。这位印度官员表示，印军和解放军迄今已经就解决边境僵局问题举行了15轮军长级的指挥官会谈，只要谈判继续进行，就可以预期在脱离接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很难给出全面脱离接触的时间表。悬而未决的问题将在第16次军长级会议上讨论，很可能又会延续到第17次会谈。印度方面称，目前中印两军在边境线两侧各自驻守有近6万军队，而且都部署有先进的武器系统。谈判工作解决了两军从格格拉温泉地区撤出的问题，但目前的矛盾点主要集中在空喀山口的15号巡逻点、达布桑盆地和查丁明拉交界处。如果我们观察印度军队的谈判原则，其核心主张是中国边防部队必须回到2020年4月份之前的位置，而中国军队的态度是，解放军有权在自己实控线一侧进行建设和部署，印度军队不得再侵占中国的领土。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加勒万河谷冲突，就能发现，其实这是印度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其主要动机有2个。一是印度对中国在中印边境阿克塞因地区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感到焦虑，第二是印度需要通过一场以中国的边境小规模冲突来证明自己是对付中国崛起的关键力量，并借此获得美国的支持。中国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让印度人坐立不安的情况早在2017年的朗洞危机时就出现了。随着美国推出印太战略，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又与印度不谋而合，因此莫迪政府与军方就策划了一场没有枪声的边境冲突，最终导致了中印关系恶化以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加强等直接的结果。由于中国并没有把印度当成敌对国家和竞争对手，所以中印目前仍然是斗而不破的状态，而保持中印边境对峙这种状态正是印度想要的。现在印度和美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以中国的贸易额也比加勒万河谷冲突前还要高，仅这一点就能证明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代价是比较划算的。不过印度军方没有想到的是，加勒万冲突事件爆发后，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边境地区的军事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并在与印度的竞争中大获全胜。换个角度讲，中国原本没想把主要的战略方向放在中印边境，但由于印度方面的不断挑衅，让中国不得不增强了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基础建设，这反而让印度人有了更大的不安全感。从中不难发现，印度是一个投机心理比较重的国家，把边境冲突当成一场投机或赌注，最终虽然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但是也失去了与中国发展更深入经济合作的机遇。让印军高层感到难受的是，当解放军再度重视印军的威胁后，印方想在边境地区搞蚕食活动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基于印度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印边境的对峙状态可能要持续很多年，而印度军队又无法通过实力来改变其被动的局面，就会这样一直耗下去。当然，中国军队早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这可不是印度军队所能比的。高原地区天寒地冻，耗的时间越长，恐怕印军就会越难受。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